我靠 ！Oh my god！ 注意看，视频车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前方的黑车，黑车故意一直跨着车道线行驶，把视频车的去路挡得严严实实。视频车不想起冲突，只能耐着性子在后面跟着，直到看到右侧车道有空间时，才赶紧变道绕开黑车。可没走多远，到了前方斑马线位置，黑车又一次违规变道，视频车这次可不再忍让，瞅准时机，一脚油门直接叫他坐。注意看右边，这么多车都在排队等待变道，视频车却想投机取巧，加速冲到前面想硬挤进去，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下一秒就悲剧了。注意看，视频车正跟随前车准备超越右侧的大货车，然而就在视频车逐渐接近大货车车尾时，右侧车道的一辆白车在完全不具备安全变道的条件下强行变道，而视频车并未采取减速避让的措施，反而猛踩油门加速卡住位置，由于双方均未退让，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。注意看，左前方的白车打着转向就直接变道，而正常行驶的白车也丝毫不让，见对方硬挤过来，不仅没减速避让，反而用同样强硬的方式把对方挤了回去。就这样，两车开始相互较劲，结果下一秒就悲剧了。再来看右侧，应急车道不断有违规车辆驶过，这时前方的黑色 SUV 也按耐不住了，打着转向就直接变道，结果刚变道过去，后方从应急车道违规行驶的白车就冲了过来，真是没事找事儿，这下舒服了吧？注意看，路口绿灯刚刚亮起，左侧白车就迫不及待的鸣笛催促，前方的 SUV 其实已经正常起步，可白车仍不依不饶的持续按喇叭，这一举动也是彻底激怒了 SUV 车主，他随即猛踩一脚急刹，故意逼停后车作为回应，白车也不甘示弱，双方情绪瞬间失控，开始在道路上来回别车，互相较劲。不得不说，白车这起步就鸣笛催促的举动确实招人烦。那你挤，我连刹车我都不带踩的。再来看视频车，正准备加速超车，可前面白车却毫无征兆的一把方向变了过来。当视频车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再来看前方的面包车，提前打着转向示意变道，就在半个车身要进入车道时，后方的网约车却突然一脚油门加速顶了上去。你们说这都是什么操作啊？注意看前方白车，他早就刹车打了转向，可就是不彻底变过去，直到路口他才猛地一把方向拐了进去。而视频车因为预判不足，结果就悲剧了。再来看，大家都在规规矩矩排队，可左前方的黑车却耐不住性子，不想排队，就想往视频车前面加塞。那视频车指定不能惯着他，两车因此差点就蹭上。本以为他该老实了，没想到还敢再次加塞，那就别怪视频车不客气了。注意看前方 SUV 大概率是走错了车道，发现后先打了右转向，想并入右侧车道，可中间车道的车一辆接一辆，根本不具备安全变道的条件。SUV 车主没办法，只能先跟着当前车道继续往前开。本以为他会通过路口后再重新规划路线，没成想快到路口时 ，SUV 车主明显心态炸了，不管不顾的压着车道实线，硬往右侧车道挤，结果刚变过去就悲剧了。再来看视频车，正准备在路口左拐，可没想到旁边车道的黑车竟直接违规掉头。好在视频车反应快，赶紧猛踩刹车，才勉强避免了碰撞。但这一下也彻底点燃了视频车的怒火，没多想就一脚油门追了上去。说啥今天也得给他好好上一课，当即一脚急刹，直接把黑车给逼停了。再来看前方路口，而左侧的白色 SUV 的操作显然是想加塞视频车，视频车也没惯着，紧紧跟着前车，可 SUV 依旧不放弃，硬着头皮往车道里挤。见状，视频车瞅准时机，一脚油门超了过去，接着直接停车挡住了 SUV 的去路。对于这种没素质的司机，就该这么治。这是一起恶劣的高速追尾事故，事故现场有哪些危险的信号？现场的老司机又是如何避险的？换作是我们要如何预防呢？讲解之前先看案例。我打针。先说结局，视频车当场报废，前方还有6、7台车不同程度的损毁，所幸没有人员伤亡。我反复复盘了这些案例，发现视频车其实有5次机会可以预防这起事故。第一次是途经这辆红色的平板货车时，对方亮起了刹车灯，此时平板车前方空无一车，为什么他要突然减速呢？大车司机很可能发现了小车司机看不到的危险，视频车此时应该要放弃超车。第二次是导航突然提示左侧有慢车，前方有慢行车，请航建议选择合适时机变道。
我们知道有慢车的地方就有变道，尤其是在这种只有2车道的高速，最容易引发急刹。视频车此时应做好急刹的准备。第3次是临近隧道的时候，右前方的货车当时打开了双闪，大车双闪必有险情啊！加上隧道口是事故易发地，视频车此时应尽快停车。第4次就是视频车等待的空隙，后方传来大货车的喇叭声。对高速继续行驶120公里，中有一个服务区。大车长鸣，说明有紧急情况，有可能是来车刹不住了，视频车应该立即向右变道，进入应急车道躲避。第5次，其实撞击前，视频车就已经发现了后方的大车。这个时候，他可以向左打一把方向，来降低被前后夹击的伤害。要知道，每一个信号都来之不易啊。我们就说大车的喇叭声吧。正常来讲，后车快速驶来，喇叭声应该是由小变大的。但此时的喇叭声为什么没有这种效果呢？右航对高速继续行驶120公里，中有一个服务区。很显然，鸣笛的并非肇事货车，而是另有其人。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这辆红色的平板车。当他发现有车辆快速靠近出口，及时鸣笛，就是提醒前方车辆注意避让。当然，还有这辆红色的高栏货车，它不仅提前打开了双闪，提醒后车。我们看它的站位并没有出隧道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试想，此时隧道口一片白，如果他出了隧道，后车未必能够看到他的双闪，而他留在隧道内才能有效的提醒后车。此外，还有这辆白色的厢式货车，虽然它没有直接的帮助到视频车，但是它的双闪或许帮后方的红色高栏货车提前完成了降速。所以右侧的这3台货车真可谓用心良苦，又配合默契啊！如果过往的司机能够理解他们的暗语，早做减速，是不是有更多的机会幸免呢？当然，罪魁祸首是肇事司机，建议交警部门加强处罚，对这一类影响恶劣、严重威胁到周围驾驶员安全的司机，最好是终身禁驾。那么最后，我重点筛选了几个重要的避险经验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，大车的刹车灯是事故的风向标，看到大车辆刹车灯，我们要减速慢行。第二个，开车要多使用导航，也要多采纳导航的建议，遇到急刹或者慢车提醒，应做好避让的准备。第三个，大车双闪必有险情，看到大车开双闪，我们要立刻马上降速。第四个，如果听到后方传来急促的喇叭声，我们一定要规划好路线，随时做好逃生的准备。第五个，隧道口有视野盲区，如遇堵车，尽量停在隧道内，不要停在隧道外。此外，也要多看后视镜，防止被后车追尾。听我讲，你们可能也听累了。影片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沉浸式观看一些近期发生的交通事故案例吧。我操！大货车着火了。好热啊！哎呀，还好我走得快。检测到水平碰撞事故。找到地点路线了，新路线快26分钟。500米后经过罗桥皮质区，所有车道均可直行，保持一路行驶。